作家大平信孝在一本书《终结你的拖延症》开宗明义地说，拖延和自律没有关系，也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人人都有拖延症。真正决定我们能不能行动的，是大脑深处的福格核，而激活它的方法简单到只需要10秒。诺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 研究发现，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叫做损失规避的机制，简单说，就是大脑对痛苦的感知是对快乐感知的2倍。当你面对一项任务，天生节能的大脑就开始算账，现在开始做会让我损失2倍的能量，而对于完成后的成就感却缩水计算，就像一个偏心的会计，专门把支出往大了算，把收入往小了记。大脑里这个痛苦放大器，让你能不做就不做，拖一天是一天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行动派不是天生自律，他们只是找到了绕过这个放大器的方法。那到底怎么绕过去呢？答案就藏在花生米大小的福格核里，它专门负责评估这件事值不值得你付出努力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的行动开关。牛津大学 Mark Walton 团队的实验发现，在小白鼠看到奖励信号却保持不动的时候，福格核里的多巴胺几乎没有变化，但当它迈出第一步，多巴胺就大幅涌现。我们常以为有了动力才去行动，真相却是先行动了才会有动力。这在临床上也得到了验证。心理学家 Neil Jacobson 发现，长期拖延的人福格核处于休眠状态，但只要做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，哪怕只是站起来走2步，就从外部唤醒了福格核，多巴胺开始分泌，行动力快速恢复。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由外而内，不是等感觉准备好再行动，而是用行动带出感觉，并且这个过程会自我加速。你做了一个微小动作，福格核被激活，释放多巴胺，而多巴胺让大脑对原本觉得很难的事突然感觉没那么难了。于是你继续做下去，更多的多巴胺涌出来，越干越有劲儿。所以关键根本不是逼自己坚持，而是想办法用最小的动作先把福格核叫醒。接下来分享5个今天就能用的科学方法。第一个，10秒法则，就是先试着做10秒钟。比如打开文档，敲下标题和日期，打开衣柜，扔掉一件旧衣服。这有2个好处，一是你知道10秒钟就能做完，就不会抗拒，降低了行动门槛；二是你既然缩短到这么简单，失败的几率低，心理压力也就小，自然容易去完成。很多时候，当你开始做了一点点后，心里会觉得原来没想的那么难啊。神奇的是，在你扔掉第1件杂物的时候，你会自然的就顺手扔掉第2样、第3样。短短10秒的初始行动，完全触发福格核，多巴胺给你带来更大的干劲儿，接着做，不知不觉就打扫完了整个房间。第2个，前一天先做一点。对于麻烦繁琐的事，不拖延的关键不是在当下的这1秒，而是在前一天先碰它一下。比如你不想拖延明天的报告，就在今天下班前先敲出标题和第1行。对于你明天要做的题，今天晚上就先写一道。明天要去运动，今晚把运动服放在床头。为什么这招好用？因为未完成的事情会挂在脑子里，就像手机后台没关掉的程序。当你第2天早上看到那个已经打开的文档，摆好的运动服，大脑会自动想接着做。第3个，习惯叠加，就是把新行为绑在旧习惯后面。比如刷完牙喝一杯水，上了车戴上耳机听播客。我的习惯是散步慢跑时听电子书，在家看电视时边看边做伸展运动。当你把新习惯叠加在每天固定的行为上面，久而久之，大脑就会形成条件反射，你就不再需要耗费额外的动力去坚持了。第4个，在相同的地方做相同的事情，这在心理学上叫做锚定效应。比如那张沙发你只是用来看电视的，这张桌子只是用来读书的，那你每次坐上沙发就会特别容易放松，去到那张桌子记忆东西就特别得心应手。除了地点，时间也可以定锚，比如每天下午3点喝杯茶，然后回复电邮，重复做，效益就会变大，拖延症也会明显减轻，让你顺畅地完成日常工作和学习。
如果家里空间有限，也可以用一些小仪式，比如学习时戴上那副降噪耳机，或者把台灯调到某个亮度，让大脑知道这个信号出现了，该干活了。第5个，提不起劲时，先活动一下身体。如果你下次觉得不在状态，不想干活的时候，试着先让身体动起来，因为身体和思想是挂钩的，情绪会受肢体动作的影响。觉得很累时，不用勉强拿出干劲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身体，比如简单的转转肩膀，伸个懒腰，原地弹跳，拍打自己的大腿，抖擞一下精神，或者下楼买杯咖啡，就能大幅提升行动力。因为这些微小的身体活动都能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。最后给大家提个醒，不要反省，而是要回顾，因为反省带有找缺点、批判自己的意味，而回顾更加客观，好事坏事都可以想起来。建议大家每周做一次回顾，多去欣赏自己做到的成功的事情，然后再想可以改进的不足之处。回顾时可以问自己3个问题：怎么做才能更接近自己的梦想与目标？还有哪一点可以加以改善？如果想把这次的经验迁移到下次行动中，该怎么做才好？把这些写下来，下次你就容易开始了。看完这个影片，找一件你一直拖着没做的事去做10秒。每一次10秒的尝试，都是在重建你和行动之间的信任，不是逼自己变强，而是顺着大脑的规则，轻轻推自己一把。你打算用10秒对付哪件事呢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这不只是一个留言，更是行动的开始。